去年冬天，同学把一对小兔子寄养在我这里。他有一双可爱的儿女，兔子原是送给他们的宠物。可后来，孩子爷爷强烈反对家里养兔子，只好送到我这里来了。我不理解爷爷是怎么狠得下心的，换了是我，哪怕孙女儿要养哥斯拉，我高低也得整一只啊。谢谢爷爷，兔兔很可爱。可惜没过2天，小花兔就嘎在了一个寒冷的冬夜。垂耳兔锤锤由于毛长，躲过了一劫。我把花兔子埋在奈里树下，相信来年会以另一种形式再见的。赶紧给锤锤整上点保暖措施，不然没法交代了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也会放它出来溜溜。白白的兔，青青的草，又治愈了我今日份的精神内耗。狗子对兔子也充满了好奇，很想知道淘淘此时的心理活动。看得出巴豆已经很努力在进行口水管理了，一顿饱和顿顿饱，他还是分得清的。鉴于锤锤对于减轻我独居时的寂寞感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我决定给他找个伴儿。来新朋友喽！体型有点悬殊啊。不过他俩第一次见面并不是非常特别，十分愉快。见一见。这么粗暴吗？弟弟的强势。吃货的自我修养啊！对未来的老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心，这都算了。刚过几分钟，锤锤一口咬住了小兔子，挨顿揍才松口那种。他俩打架了，就牙一搓毛。把他给关起来了，小的在这儿自闭。那你们的终身大事只能往后稍稍，暂时分居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去年在后院播种的苜蓿，没怎么管过，长得还不错，用来喂兔子再适合不过了。开饭了。当然，他们最爱的还是胡萝卜。
经过不懈的投喂，兔子现在跟我很亲了，会跟随我的脚步绕着转圈。也会在我撸它的时候撒娇翻肚皮，动作非常老练。不过如果你看到这里也想养兔子，那我可要泼点冷水了。也就2、3天没打扫，你们看看这托盘，氛围感拉满，有没有？隔着屏幕是不是都能脑补出一点色香味？不过对于我们乡下人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扔进发酵桶，撒点EM菌，浪费不了一点儿。种菜的时候刨个坑，买点这上好的有机肥。不用想都知道种出来的东西有多好吃。这个春天我们种的东西可有点多，辣椒、苋菜、黄瓜、丝瓜、西瓜，包括我们最爱吃的凉薯。我们还准备在后院打造一个小花园，头一批的太阳花已经种下，本来打算再种点薰衣草，不幸买到的种子是那哪儿的，路由器催芽法2个星期都没有冒芽，后来尝试盆播，晚几天种的紫苏都这样了，薰衣草还是没动静，建议大家买种子的时候注意避坑。去年在前院种的花现在已经零星开放了，因为买的是混合花种，跟开盲盒一样，时不时能认识点新植物。不过想请教下花友，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是有点高了？另外这植物穿的是不是有点过分，该不该修剪？去年还有件事我们做得挺成功，在数10年不遇的寒潮来临前，我们给草莓搭上了暖棚。为了我们这个草莓能到冬天活下去，做这么一个简易的暖棚。这个膜5块钱，竹子是3叔家的，成本很低啊。很快，雨雪天气如约而至。看好，草莓苗没死，那里面的那个什么菜也还没死，这边的估计保不住了。后来更严重的冰灾也成功挺过来了，在这个春天，草莓顺利的开花结果。只不过由于产量不高，我们也没及时采摘，不少草莓都真没了。考虑要不还是换成盆栽好了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坏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现在的每天都被各种事情填满。我们自制水泥饼，给后院铺上了小径。可以呀，就等它干就行。摸过，可以。我以为咵就下去了。来继续。
差不多，对，解决。我们自己动手修复了被台风吹坏的屋顶，清理了去年夏天起就挂在那里的树枝。台风吹断的树，哥爬顶上去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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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吼！对，其实还是胆难上来的。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们打造小院的进度还是很慢，但我坚信每天一点点的改变，最终会积累成巨大的进步。小学2年级毕业的小伙伴都知道，1.01的365次方等于37.8，每天1%的改变，坚持1年，一定会有奇迹出现。不说了，我还要再去播种点希望，拜了个拜。